上山采药回家，发现本该在宫中的皇后姐姐被斩断四肢，倒挂在家门口。宅院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只剩娘亲浑身是血的躺在尸山血海中，奄奄一息。我问娘亲这是怎么回事，娘亲告诉我，新入宫的柳贵妃想看你姐姐在火炭上跳舞，你姐姐不从，皇上一怒之下便杀了你姐姐，担心留下祸患。皇上不仅诛杀了我们苏家满门，甚至连协助他登上皇位的你爹和10万苏家军也全部屠杀。洛霜，你快跑，趁皇上还没发现你，跑得远远的，改名换姓，活下去。我摇了摇头，我要报仇。娘亲满脸绝望。如今皇上拥有100万大军，你爹都斗不过他，你一个人怎么报仇？谁说我一个人？我轻轻吹了声口哨，霎时间，无数蜈蚣蛇蝎从四面八方朝我爬了过来。看着满地的蜈蚣蛇蝎朝我蜂拥而来，又匍匐在我脚边，如奴仆般岿然不动。娘亲虚弱的双眸陡然瞪大，身子都颤抖了起来。下一瞬，她望着我，了然一笑，好似明白了什么。当年在苗疆捡到你的时候，娘就知道你不一般，果然如此。话音落下，娘亲便没了声息，但她嘴角的笑意还挂着。我知道她放心了。我轻轻捋了捋娘亲额前凌乱的发丝，就像她第一次见我时，用那白皙干净的手擦干我脸上的污泥。小孩，你可愿意跟我走？当时娘亲脸上的笑意也跟现在一样温婉好看。我鬼使神差般点了头，跟着娘亲走出苗疆，来到了苏家。苏家是江门世家，门楣显赫，规矩森严。娘亲出趟远门，突然带了我这个小孩回来，遭到不少非议。莫非是早就跟人有了私生女，如今才舍得带回来？苏将军德高望重，最重名节声望，苏夫人这下怕是踢到铁板了。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孩子也配进苏家的大门，苏将军铁定不同意啊！是啊，苏将军手握10万苏家军，威震边关，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苏家的名声。那日他立在正堂，看着娘亲牵着我走进来，眉头微微皱起，目光在我身上停了许久。就在苏府下人都以为他会将我赶出家门时，他却满脸疼惜，红了眼眶。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瘦成了这样？那天戎马一生的苏将军破天荒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子小孩菜。见我狼吞虎咽，一向重视规矩礼节的苏将军笑开了花。以后你就是我苏战天的女儿，谁敢欺负你，我跟谁拼命。就这样，我成了苏家的女儿，吃穿用度与嫡出的姐姐一模一样。对此，姐姐也从未有过怨言，反而处处护着我。每当其他贵族子弟嘲笑我是野孩子时，姐姐总能第一时间挡在我身前，铿锵有力道：洛霜不是野孩子，她是我妹妹。只比我大3个月的姐姐，为了我没少与人撕扯扭打，哪怕被父亲责怪有失苏家颜面，她也梗着脖子不肯认错。颜面哪有妹妹重要？父亲闻言笑了笑：傻孩子，保护你妹妹是我们做父母的事，哪需要你跟人打得鼻青脸肿。父亲说到做到，让那些嘲笑我的人第2天全部从京城消失。那时姐姐一脸骄傲地挽着我的手，眼里亮晶晶的。洛霜，咱们父亲可厉害了，他保卫国家，守护百姓，从未失过手。是啊，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他没让敌人近过身，没让大梁失过地，没让百姓慌过神。他是百姓爱戴的护国大将军，是人人赞扬的大英雄。他保住了所有人，却没能保住他自己。他没死在刀光剑影的战场，却死在了自己府中，身中99刀，刀刀见骨。那双护国护民的手此刻还握着刀，却被生生砍断，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角落。我将父亲的手捡回，拼凑在他的臂膀上，再用袖子小心翼翼擦干净父亲脸上的血。他的眼睛没有闭上，而是死死盯着门口，那里挂着姐姐残破的尸体。姐姐是大梁皇后，是父亲视若珍宝的女儿，是我那从小就最怕疼的姐姐。小时候每次磕破一点皮，她都要哭半天，可如今她被人砍断了4肢，她该有多疼啊！爹娘看到这一幕又该有多难受啊！我走到门口，将姐姐的身子小心翼翼解了下来，然后找了辆推车，将爹娘和姐姐的尸体堆放了上去。我驱散了满地毒虫，推着他们3人缓缓穿过京城的长街。街道2旁的百姓看见我，纷纷避让，抹泪叹息：造孽啊！苏家满门忠烈，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谁叫柳贵妃更得宠呢？苏皇后一生贤良，哪是她的对手啊？皇上把10万苏家军都灭了，明显是要斩草除根。这2小姐好不容易才逃过一劫，竟如此明目张胆的抛头露面，不是找死吗？苏家待她不薄，如今9族被诛，2小姐或许也不想苟活了吧？所有人都看着我，啧啧摇头。
像是在看一个将死之人。就在此时，一个5岁孩童拿着一束花上前。姐姐，今日是苏将军的生辰，这束花送给苏将军。我脚步一顿，隐忍了许久的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是啊，今天是我爹的生辰，我早早就出门，想要为他寻一味药。他久经沙场，身体落下了许多病根，一到换季时节便浑身剧痛，彻夜难眠。我盘算着，等我找到了那味药，治好了父亲身上的病，就让他辞去官职，颐养天年。父亲同意了，母亲也满心欢喜。你姐姐早就盼着你爹能安享晚年，今日你姐姐也会来给你爹贺寿。等他来了，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可是啊，他们没等到姐姐来贺寿，却等到了姐姐的尸体和灭族之祸。我攀越悬崖寻来的药也没了用处。我接过孩童手里的花，道了声谢，然后带着爹娘和姐姐的尸体来到了郊外。我把他们3个并排埋在了一起，跪下来磕了3个头。爹娘姐姐，等我这就去把狗皇帝的人头带回来，给你们陪葬。我将自己从悬崖边上摘下的草药放在父亲坟前，随后转身朝皇宫的方向走去。守门的领头侍卫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不屑一笑：哟，这不是苏家那个捡来的野种吗？你竟还未死？这领头侍卫我认识，以往父亲带我来宫中看望姐姐时，他对我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尊贵的2小姐。我瞥了眼他，没有说话。领头侍卫恼羞成怒：一个野种也配无视我？那就别怪我拿你的人头去向皇上请功了。话落，他猛地拔刀朝我砍来，我依旧未动，但一条毒蛇却从角落里窜出，狠狠咬在他挥刀的手上。侍卫惨叫一声，瞬间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与此同时，密密麻麻的蜈蚣蛇蝎从4面8方蜂拥而来，在我身后汇聚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黑色长河。看到这一幕，其他侍卫纷纷傻了眼，连滚带爬的往宫里跑。妖怪呀！没人再敢拦我，我畅通无阻的来到了金銮殿。金銮殿上，皇上高坐龙椅，他身边依偎着一个妖艳女子，那便是柳贵妃，逼我姐姐在火炭上跳舞之人。殿前文武百官站立两旁，3000御林军拔刀站在最前面，目光凌厉的望着我。见到我，皇上双眸一眯：苏洛霜，朕还以为你逃了，正打算发海捕文书呢。说着，他看了看我身后，眼底满是不屑。怎么，带这些小玩意儿来，是准备给朕献艺求饶吗？皇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那凌厉威严的神态，与当年那个跪在我家门口的少年判若两人。当年他还是皇宫中最不受宠的9皇子，生母早逝，在宫中受尽欺凌，连吃口热饭都是奢侈。姐姐心善，见他可怜，便时常借着入宫的机会接济他，给他送衣服和膳食。有一回，他被其他皇子打断了腿，是姐姐在父亲书房门口跪了1天1夜，才求得父亲请来最好的御医，日夜照料，保住了他那条腿。两人一来二去，互生情愫，私定终生。后来先帝病重，诸皇子夺嫡，杀得血流成河。他深知父亲手握10万苏家军，便跪在苏府门前求父亲出兵相助。父亲望着他，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他指天发誓，我保证此生绝不负阿言，一旦登基，必立他为后，护苏家一生无虞。父亲信了，带领苏家军倾巢而出，帮他平定叛乱，杀了其他皇子，为他夺得皇位。他也说到做到，一登基便立了姐姐为后。可如今才第2年，他便为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柳贵妃，斩断姐姐4肢，屠尽苏家满门。此刻，柳贵妃就依偎在皇上怀中，嘟嘴撒娇：皇上，你不是说已经杀光苏家人了吗？怎么还落了一个？你是不是不爱人家了？存心糊弄臣妾呀！皇上揽过她的腰，宠溺哄道：爱妃，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朕为了你，连陪朕打江山的皇后都杀了，怎么可能不爱你？至于苏家这个遗漏的活口，朕保证他活不过今日。听闻此言，柳贵妃满意的笑了，我也笑了。他们笑我软弱可欺，我笑他们不自量力。我站在金銮殿中间，直视皇上，缓缓开口：皇上，我苏家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般赶尽杀绝？闻言，皇上轻笑一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他负手而立，轻蔑地看着我：苏洛霜，这个问题，你爹临死之前也问过朕，朕告诉他，你们苏家无罪，但朕就是容不下你们了。你父亲的那10万大军，这些年帮朕杀了太多人，知道太多秘密。朕每每看到他们，就想起自己是踩着多少人的尸骨爬上来的，朕睡不着啊。所以他们得死。我懂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自古帝王皆是如此。可我还是想问一句，我姐姐呢？她真心爱你，竭尽所能帮你救你，从未对不起你。你对她下死手时，可曾想过她对你的真心付出？皇上轻哼一声：真仙，如今这天下都是朕的，朕要这真心有何用？朕承认你姐姐是救过朕，帮过朕，可朕每次一看到她，就想起自己当年跪在你苏家门口的样子。朕是天子95之尊，怎么能
永远活在那段屈辱的记忆里。只有他死了，朕才能永远忘掉那段过往。我的拳头攥紧了，因为不想自己活在过去的回忆里，所以他就杀了所有在过去帮过他的人。真是可笑，真是该死。我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那我今日便替我爹娘和姐姐讨回公道。话落，柳贵妃笑了，笑得花枝乱颤。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就凭你也配找皇上讨公道？文武百官也纷纷附和。就是，你苏家10万大军都死光了。你一介女流之辈，能掀起什么风浪？真是个自寻死路的跳梁小丑！也不知苏皇后在天有灵，看到自己护了这么多年的妹妹如此愚蠢，会不会气得活过来？看着这些人，不由得笑了。皇上眯起眼，你笑什么？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我笑你们死到临头还不自知。闻言，皇上眉头一皱，语气彻底冷了下来。苏洛霜，你当真以为你带些毒虫过来就能翻得了天？别忘了，朕是九五之尊，有3000御林军，100万雄师，就你这点小玩意儿，朕一把火就能烧个干净。来人，取火把来，烧死这些毒物！话音落下，3000御林军齐齐点燃火把，直指我和身后的所有蛇蝎区。偌大宫殿，杀气冲天，火光四溢，我却丝毫不惧。谁说就这些？话落，我抬起手，轻轻打了个响指，顿时间，万里晴空猛地暗了下来，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遮天蔽日。与此同时，刚刚还无比平静的皇宫突然剧烈震荡了起来，好似的动山摇，天崩地裂。众人惊骇抬头看向殿外，纷纷脸色巨变。那是什么？有眼尖的大臣甚至指着殿外发出了不敢置信的高喊，可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大家都傻眼了。只见宫殿外无数飞禽从天边飞来，大雁、雄鹰、乌鸦、蝙蝠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像一张巨大的黑布盖住了偌大天空。它们落在金銮殿的屋顶上，落在广场的石阶上，落在每一根盘龙柱上，黑压压的一片，遮住了最后一丝天光。与此同时，地面的震颤越来越近，砰砰砰，一声声巨响，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动哈！下一瞬，金銮殿的大门被猛然撞开，紧接着一头猛虎率先冲了进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狮子、黑熊、野狼、猎豹、野牛、巨象。它们身形庞大，猛烈凶狠，看向现场众人的眼神像是在看自己垂涎已久的猎物。如此诡异的一幕，让整个金銮殿都陷入了死寂。文武百官纷纷踉跄后退，有人撞翻了身后的烛台，有人双腿一软跌坐在地，有人嘴唇哆嗦，脸色苍白，当场吓尿。这怎么可能？所有人都懵了。然而，让他们更意想不到的是，所有飞禽走兽涌入宫中后，却又井然有序，排列成阵地站在我身后。唉，像是在等待我发号施令的士兵。3000御林军握着火把，看着这一幕，不敢上前一步。在这铺天盖地的兽潮面前，他们的火把渺小又可笑，甚至根本伤及不了这些猛兽丝毫。皇上，这是怎么回事？柳贵妃死死抓着皇上的衣袖，声音都在发抖。皇上没有回答她，而是死死盯着我，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刚刚的轻蔑。我在所有飞禽走兽的拥护下，面无表情地直视皇上。你方才说我带来的这些东西，你一把火就能烧得干净。面对我的质问，皇上喉结滚动了一下，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但他到底是坐拥天下的帝王，短暂的震惊之后，便迅速稳住了心神。他猛地抽出一旁侍卫腰间的佩剑，直指我，厉声道：苏洛霜，你以为带些畜生过来就能吓住朕？朕可是一国之君，坐拥100万雄师，就驻扎在城外。只要朕一声令下，他们即刻入宫擒王。你这些飞禽走兽再多，能多过朕的100万大军吗？话音落下，皇上看向一旁的御林军统领，统领立刻会意，飞快地朝殿外跑去，想要去传令调兵。但他刚跑出3步，我身后的一头雄狮立马上前，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殿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叫，有人当场吓得昏了过去。皇上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但他依旧没有退让。他看着我，一字一句道：苏洛霜，朕承认你确实有点本事，竟然还能让这么多飞禽走兽听你号令。但你若以为这样就能报仇，那就大错特错了。朕登基2年，坐拥天下，身边能人亦是无数，岂会怕你一个丫头片子？他话音刚落，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从殿外传来：皇上说的不错，老夫倒要看看是何方妖孽，胆敢在皇宫兴风作浪。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金銮殿外。他一身玄色道袍，手持拂尘，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看见此人，皇上顿时面露喜色。国师，您终于出关了。国师，我微微眯眼，早就听闻皇上登基后，从深山中请来了一位得道高人，奉为国师。
常年闭关修炼，不问世事。没想到今日竟然出现了。国师目光扫过满地的飞禽走兽，眉头微微蹙起，然后他看向了我。小小年纪竟能驾驭百兽，倒是有几分本事。不过你可知道，你这一身本事是从何而来？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国师微微一笑，迈步走到我面前，面对我身后百兽的凝视，他丝毫不虚，反而认真打量着我，笑了出来。真没想到，当年苗疆的那个小丫头竟然还活着。我心头猛地一跳。你认识我？国师摸着他的苍白胡须，悠悠点头。我不仅认识你，还认识你的亲生父母。我眉头一皱，我凭什么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这国师是什么人，但我知道他是皇上的人，如此便也是我的仇人。他的话我断然不会轻信。然而面对我的质疑，国师并未生气，而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那养父养母瞒的倒是严实。我死死盯着他。你这话什么意思？国师脸色一沉，无比严肃道。也罢，今日既然遇见了，那老夫便告诉你真相。话落，国师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问道：你可知道18年前的今天，苗疆一族为何会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听到这话，我瞬间呼吸一滞。18年前的今天，正是我被苏夫人捡到的那一天。那时我4岁，隐约记得自己被我娘藏在了一个装满虫卵的大缸里。大缸之外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厮杀和哀嚎的声音。我想出去，可我动不了，因为我娘给我下了蛊。当时她神情紧张地盯住我。洛霜，外面有危险，你千万别乱跑。我在冰冷的缸里等啊等，等啊等，等到我终于能动了，才缓缓起身走出大缸。可走出一看，才发现原本一片祥和的部落，眨眼间布满了尸山血海，浓郁的血腥味刺激着我鼻腔。我下意识慌了起来，我害怕自己的爹娘也在其中，于是便站在一片尸骸中喊着他们。可我喊了好久好久，都没有人应我。于是我开始在尸体中一具一具的找，一个一个的翻，每一具尸体我都仔细看过。我看到了我的玩伴，看到了叔叔伯伯，看到了所有熟悉的人，却唯独看不到我爹娘。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只知道我又冷又饿，又怕又慌，只能缩在角落静静的等。我娘说过她不会丢下我。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天色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我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夜，只知道那些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冷，越来越硬。我很饿，部落里的食物都被血浸透了，我不能吃，我只能去山里找野果。可我不敢走远，我怕爹娘回来找不到我。于是我就在部落边上摘野果，一边摘一边回头望。每次回头，我都希望看到爹娘站在部落门口朝我招手，可每次回头都只有那些一动不动的尸体。那天我又摘了野果回来，坐在部落门口，一口一口的啃。野果很酸，酸得我牙齿发软，可我必须吃，因为娘说过不吃东西会死。我不想死，我还要等爹娘回来。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我猛地抬起头，心里一阵狂喜。是爹娘吗？是他们回来了吗？可抬起头的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来的不是爹娘，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她一身素衣，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带着疲惫和娇气。她的衣裳上沾着泥土，裙摆被荆棘划破了好几道口子，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她看见我也愣住了，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对方，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才慢慢蹲下身与我平视。小孩，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是怕吓到我。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坏人。娘说过不要随意与不分好坏的陌生人交谈。我警惕地攥着手里的野果，往后退了一步。她看见我的动作，微微一愣，随后挤出一个笑。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路过这里，看见有人就过来看看。你爹娘呢？听到爹娘2个字，我的鼻子一酸，但我忍住了。我指了指身后的部落，他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然后他的身子僵住了。他看见了那些尸体，看见了满地的血，看见了被摧毁的房屋。他的嘴唇颤抖起来，好半天才转回头看着我。你就一直一个人在这儿？我点了点头。他看着我，眼睛瞬间红了。小孩，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红了眼眶，我心头有些动容。而且我虽然是第一次看见他，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种熟悉的亲近感。于是我第一次开口跟他说出了我的名字，洛霜。洛霜。他轻轻念了一遍，又问你爹娘呢？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翻遍了所有人都没有找到我爹娘。他的身子颤抖了一下，过了很久，他才伸出手轻轻擦掉我脸上的泥，用跟娘一样的温柔笑脸看着我，轻声询问：小孩，你可愿意跟我走？回想当时的场景，我至今仍旧心头温热。如果不是苏夫人，我可能早就饿死在了部落。所以他们不仅对我有养育之恩，更是我的救命恩人。如今他们死了，我必须报仇。我看着国师，警惕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国师缓缓开口：许多年前，苗疆出了一个惊才绝艳的人物，名叫骆云霄。他是苗疆100年难遇的奇才，不仅能驾驭百兽，更能与万物通灵。20年前，他娶了苗疆最美的女子为妻，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洛霜。那个女儿就是你。
我猛地一颤，他说的没错，我爹确实叫骆云霄。小时候，娘总是云霄云霄的喊他，所以我记得。国师继续道：骆云霄天赋异禀，却心性淡薄，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从未想过与外界为敌。可他不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那一身驾驭百兽的本事，引来了无数人的觊觎，其中觊觎最深的，便是当时的大梁边关守将苏战天。我瞪大双眼，呼吸一滞。你撒谎！我养父向来惜才，从不是善妒之人。国师轻蔑一笑：你说的没错，苏战天确实惜才，也不善妒。但是你应该知道，他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他护国大将军的名声和他的地位。我看着国师没有说话，这一点我确实无法否认。养父戎马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苏家的名声和他在军中的地位，所以即便他被伤痛救急折磨得苦不堪言，他仍不敢退居幕后。可这就能证明他是屠我苗疆的凶手吗？国师见我沉默，继续道：苏战天为了得到你父亲的御兽秘法，稳固他护国大将军的地位，步步紧逼，甚至派人潜入苗疆，威逼利诱。你父亲不从，他便恼羞成怒。18年前的今天，他亲自带兵屠尽苗疆全族。那一夜，苗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这一切都是你的养父苏战天一手造成。我死死盯着国师，一字一句道：你有证据吗？国师微微一笑：证据？你养父身上是不是有一块龙纹玉佩？我心头猛地一跳，养父确实有一块龙纹玉佩，通体碧绿，雕工精细，他从不离身。我问过他那是哪里来的，他只说是故人所赠，再不多言。国师看着我的表情，笑意更深。那块玉佩便是证据，它是你亲生父亲骆云霄的贴身之物。当年骆云霄与苏战天曾有一面之缘，两人惺惺相惜，你父亲便将随身玉佩赠与他，以为定情之谊。可苏战天转手就将这块玉佩交给了负责剿灭苗疆的前锋将军。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又继续道：因为那块玉佩上有你父亲亲手刻下的苗疆密道地图，那是你父亲信任他的证明，也是苏战天用来屠你全族的钥匙。听到这，我的身子晃了晃。那块玉佩我见过无数次，养父每次擦拭它的时候，眼神都格外复杂。我以为那是他对故人的怀念，原来那是他对罪孽的铭记。国师继续道：你若不信，可以去看看那块玉佩的背面，上面是否刻着一朵云，那便是你父亲云霄的图腾。我攥紧了拳头，不用去看，我也知道那块玉佩的背面确实刻着一朵云，我看过无数遍，印象深刻。国师看着我逐渐苍白的脸色，步步紧逼。苏洛霜，你以为苏战天对你那么好是因为心善，你错了，他是因为愧疚，他养着你是想赎罪，他对你好是因为他心虚。你那个养母把你从苗疆带回来，也是因为他知道苏战天做了什么，想要弥补。可弥补有什么用？你爹娘死了，你族人死了，你整个苗疆都没了，他们对你再好，能换回你爹娘的命吗？我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脑海里不断闪过养父的脸，有他亲自下厨给我做饭的样子，有他红着眼眶说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瘦成这样的样子，有他摸着我的头说以后谁敢欺负你我跟谁拼命的样子，还有我出门采药时他挥着手说等我回家的样子。那些都是假的吗？那些疼爱，那些呵护，都是因为愧疚吗？我不知道该信谁。国师见我一脸的痛苦和挣扎，上前一步继续道：你难道不好奇苏夫人一个闺中妇人怎么就这么凑巧突然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我心头猛地一颤，这个问题我其实想过很多次。跟随养母身边多年，我发现她常年居住苏府，很少外出，至于远门更是整整18年从来没出过。所以我也十分好奇，为什么18年前她会突然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恰好将我救下？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国师看着我逐渐变化的表情，笑意更深。那是因为苏夫人也是苗疆中人，她是你的亲姨母，是你母亲的亲妹妹。我如遭雷击，整个人愣在原地。苏夫人是我姨母？国师继续道：当年她也喜欢你的亲生父亲骆云霄，可你父亲选中了你母亲，她只能含恨离开苗疆部落。后来她认识了苏战天，嫁给了他，可她心里一直放不下那段感情，因爱生恨。她将你父亲身怀绝技的事告诉了苏战天，引诱他去屠杀苗疆全族。他去苗疆只是想确认你爹娘到底死没死，他将你带走，把你养在身边，是为了以防万一。若你爹娘没死，他就能拿你当把柄，要挟他们。听到这里，我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不可能，不可能！苏夫人待我如亲生女儿，疼了我18年。她临死前还叮嘱我快跑，让我活下去。她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可国师的话像一根根针扎进我心里，我不想去相信这些，可我又忍不住质疑，为什么常年宅在深门大院的苏夫人会恰好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苗疆？还有她临死前说的那句当年在苗疆捡到你的时候，
娘就知道你不一般。由此可见，他确实是早就知道了我身份的。可他和养父真的杀光了我全族吗？我不知道该信谁。就在我心生疑虑时，国师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起来。苏洛霜，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这就是真相。苏战天夫妇害死了你的亲生父母，屠尽了你的族人，如今他们死了，那是他们罪有应得，你又何必为了他们与皇上为敌？你这一身御兽的本领是苗疆的正统传承，是你父亲留给你的瑰宝，可你现在根本不会用。我抬起头看着他，他说的没错，我虽然能召唤百兽，可那只是最粗浅的运用。我父亲能驾驭万物，与百兽通灵，我却只能做到这一步。国师看着我，眼中满是欣赏。洛霜，老夫修行数十载，精通各种奇门异术，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老夫愿意倾囊相授，让你发扬你父亲的本领，重振苗疆风光。不仅如此，老夫还能保你一命。我看着他，冷冷道：“我凭什么相信你？”国师淡然一笑：“我知道你心有疑虑，但你根本没得选。”我微微皱眉：“你这话什么意思？”国师嘴角一勾：“老夫先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之术。”话落，他猛地抬起手，一道金光从他掌心飞出，直冲殿外。紧接着，天空中的飞禽忽然齐齐鸣叫起来，像是在回应他的召唤。它们盘旋着，排列成各种阵型。随着国师的手势变换，地面上那些原本听命于我的猛兽，竟然也有几头开始躁动，似乎想匍匐在他脚下。我心头一惊，这老东西果然有几分本事。国师收回手，看着我，傲然道：“老夫这御兽之术比你如何？”我深吸一口气，低下头：“我自愧不如。”国师满意点头：“你之所以敢擅闯皇宫，只身报仇，不就是因为你身后的这些飞禽走兽？可我的本领在你之上，你若不从，我能让你的底牌化为乌有，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流之辈，没有任何帮衬。皇上要杀你，易如反掌。”我微微低头，放软态度：“那你觉得我该如何？”见我识时务，国师悠然开口：“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老夫保证不仅能保你一命，还能让你在3年之内超越老夫。届时你不仅能继承我的衣钵，还能重振苗疆，光耀门楣。”我抬起头，一脸惊喜地看着他：“国师，你真的愿意教我？”国师点头：“自然。”我犹豫了一下，又问：“那皇上那边？”皇上立刻道：“看在国师的面子上，朕愿意既往不咎，放你一条生路。”我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国师闻言大喜过望，他快步走到我面前，伸手就要拍我的肩膀：“好徒儿，为师。”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的手已经动了，一道寒光闪过，我袖中带着蛊毒的短刀直直刺入他的腹部。国师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他低头看着插在腹部的短刀，又抬头看着我，满眼不可置信。你……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沉声问道：“说，你把我亲生父母藏在哪里了？”国师浑身一震：“你说什么？”我死死盯着他：“别装了，从你出现在金銮殿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你身上有我亲生父母的气息。”我确实早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也感知到国师的本领在我之上。我刚刚之所以假意投敌，就是想找机会给国师致命一击。此刻，国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看向我的眼中满是诧异。我继续道：“我4岁那年被娘亲藏在大缸里，她给我下蛊的时候身上受了重伤，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身上伤口的气息跟你身上的气息力量一模一样。我一直在想，当年屠杀苗疆的到底是谁？直到你出现，我才明白，是你杀了我苗疆全族，是你抓走了我爹娘，你觊觎我父亲的本领，想要夺取他的御兽秘法，你把他们藏起来，折磨他们，逼他们交出秘法。18年了，你还没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吧？”国师捂着腹部，踉跄后退，他看着我，眼中满是惊骇：“你怎么知道？”我冷笑：“因为你太蠢了。你若不说苏夫人是我姨母，我或许还会信你几分。可你说了我母亲有妹妹一事，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从我爹娘那里逼问出来的。”国师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猛地后退，想要逃离，可我身后的一头猛虎已经扑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腿，将他拖倒在地。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看着他：“国师，我再问你一遍，我爹娘在哪儿？”国师死死盯着我，忽然笑了，他笑得狰狞，笑得癫狂：“好一个丫头片子，老夫倒是小看你了。没错，你爹娘确实是在老夫手里，可你以为你找到他们就能救出他们吗？老夫在他们身上下了禁制，只有老夫能解。你若杀了老夫，他们就只能等死。”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国师以为我怕了，笑得更加猖狂：“怎么样，怕了吧？识相的，赶紧放了老夫，给老夫磕头认错。老夫心情好，或许还能饶你一命。”我依旧没有说话，我只是抬起手，轻轻按在他的头顶，然后我闭上了眼睛。苗疆有一种秘术，可以读取人的记忆，但那需要极强的天赋和极深的修为，我从未用过，但我在我爹的秘籍上看到过。这一刻，
我想试一试。我尝试着用秘籍上的方法，用自己的意识探入国师的脑海，一片一片的搜寻。很快，我看到了一片黑暗的地牢，看到了2个被铁链锁住的身影，看到了他们憔悴的面容、干瘪的身体，看到了我爹，看到了我娘，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活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收回手，睁开眼睛。国师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强行读取记忆会对他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但这是他应得的。我站起身，看向殿外，我感应到了，我爹娘就在皇宫的地下密牢里。我转身看向皇上，他已经吓得瘫坐在龙椅上，浑身颤抖。柳贵妃缩在他身后，脸色惨白。文武百官跪了一地，头都不敢抬。我留下大部分的飞禽走兽看守现场众人，然后迈步朝殿外走去。有些事我要亲自问个明白。我穿过金銮殿，穿过广场，穿过一道道宫门，最后我来到了地下天牢。这里荒废已久，杂草丛生，蛛网密布。我站在天牢中间，闭上眼睛，细细感应，然后我睁开眼睛，看向脚下，就是这里。我抬起手，身后的猛虎齐齐上前，用利爪刨开地面的青砖，刨了一层又一层，终于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入口。我走进去，地牢很深很暗很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味。我顺着台阶往下走，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我看到了2扇铁门，铁门上贴着密密麻麻的符咒。我抬手撕下那些符咒，推开铁门，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头发花白，满脸褶皱，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我爹娘。我娘听见动静，艰难地抬起头，她看见我，愣住了，然后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双儿，她的声音沙哑虚弱，几乎听不见，可我听清了。我扑过去，跪在她面前，抱着她，泪如雨下。娘，是我。我娘颤抖着抬起手，摸着我的脸。双儿，我的双儿，你还活着，你果然还活着。我爹也醒了，他看着我，老泪纵横。双儿，爹的好女儿，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我抱着他们，泣不成声。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平复下来。我解开他们的铁链，扶着他们走出地牢。走出冷宫的那一刻，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他们太久没见过阳光了，18年，整整18年。他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密牢里，整整18年。我扶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回金銮殿。殿内，皇上被几头雄狮盯得浑身瘫软，汗如雨下。看见我扶着一对形如枯槁的老人走进来，他瞪大了眼睛。这是……我没有理他，而是蹲下身看着躺在地上的国师。他还活着，但却疼得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却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国师，你刚才说是我养父屠了苗疆，是我养母因爱生恨出卖了我爹娘，现在我爹娘就在这里，你敢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遍吗？国师的眼珠艰难地转动，看向我爹娘，突然瞳孔收缩，嘴唇剧烈颤抖了起来。我娘缓缓走到国师面前，发出无比冰冷的声音：元清子，18年了，你囚禁了我们夫妻18年还不够，还想诓骗我女儿。我爹也皱着眉头，沉声道：这么多年，你始终没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可知道为什么？国师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爹继续道：因为你修的是邪术，你偷学苗疆皮毛，自以为天下无敌，可你不知道，真正的御兽之术需要的是与万物的共情，而不是掠夺。你抓了我18年，折磨了我18年，可你永远得不到我真正的传承，因为你不配。国师的眼眶里流出了血泪，不知道是痛的还是悔的。我娘不再看他，而是望着我，轻声道：双儿，你养母确实是你姨母，也是我的亲妹妹，当年她确实喜欢过你爹。我听着没有说话。我娘继续道：可她从来没有害过我们，她离开苗疆是因为不想让我为难，她嫁给你养父是因为真心爱他，她来苗疆是因为她感应到我遇到了危险，特意赶来救我，可她来晚了。等他到的时候，苗疆已经被元清子带人屠了。他以为我们都死了，只找到了你。他把你带走，是想替我们照顾你。双儿，他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他的。我听着娘的话，眼泪又涌了出来。果然如此，苏夫人果然不是我的仇人，她是我的亲姨母，她是真心待我的。我娘看着我，轻声道：双儿，你养父确实跟你父亲有过一段交情，可那段交情也是真心的。他们相见恨晚，结拜兄弟。那块玉佩确确实实是你爹亲手赠予他的，他对你的好都是发自内心，不图回报的。我闭上眼睛，重重点头。我知道，娘，我知道养父养母他们是好人，我就知道他们对我的好都是真的。我娘笑了，她抱着我，轻声道：好孩子，你姨母把你教得很好。我松开娘，转身看向皇上，对视到我的眼神，皇上虎躯一震，整个人从龙椅上滑了下来。堂堂一国之君，此刻像一条丧家之犬。我走到他面前，低头看着他。皇上，你还记得吗？你曾对天发誓，会好好对我姐姐，会护苏家一生无虞。可你食言了，你说你该不该付出代价？闻言，皇上的身子剧烈抖动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朕可是皇上。我蹲下身看着他，皇上，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的，我会让你一点一点尝尝我姐姐受过的苦。我站起身，挥了挥手，几头猛虎上前，将他撕咬着拖了下去。现场，皇上的哀嚎声响彻云霄。柳贵妃尖叫着想要逃跑，却被一头黑熊一巴掌拍倒在地。我看着他，冷冷道：“你逼我姐姐在火炭上跳舞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柳贵妃满脸泪痕，拼命摇头：“不是我，是皇上让我这么做的。”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但你跟他一样，也要付出代价。话落，又是一头猛虎上前，将他拖了下去。1个时辰后，我和爹娘3人，一人提着一个人头，缓缓走来。国师的、皇上的、柳贵妃的。我跪在坟前，将3颗人头并排摆好，放在养父养母和姐姐的坟前。爹娘站在我身后，没有说话。姨母、姨父、姐姐，那个狗皇帝的人头，我给你们带来了。我娘也跪在姨母的坟前，哽咽开口：“妹妹，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洛霜的照顾，如有来世，我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我爹也在养父坟前跪了下来。苏兄，当年你我初见，把酒言欢，结为兄弟，你赠我战甲，我赠你玉佩，那是真心实意的情谊。我骆云霄此生不忘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3人在坟前说了很久很久的话才离开。走出很远，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下，3座坟静静地立在那里，坟前的人头已经被野狗叼走了，只剩3块墓碑在余晖中泛着微光。我收回目光，看向前方，前方是上京的方向，那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毕竟皇上死了，朝廷乱了，百姓慌了，我得回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不为别的，就为我养父一辈子守护的这片江山，不能就这么毁了。这是他豁出命去护的东西，我得替他护住了。